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中國大陸這一次海上大動員哦，包括呢中國出動了110艘的軍艦壓境在第一島鏈，另一頭1周內是連闖了日本周遭4大戰略水道哦。另外，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中俄的飛彈也攤牌，火力網現在在成型當中，美軍航母神話還撐得住嗎？還有西太的威脅到底接下來會有多大？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先來看到這個西太平洋現在的壓力真的是在升溫。中國大陸這一次不是演習而已，在改寫第一島鏈的整體的規則。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在1周之內已經被發現至少是7艘來自於大陸的主力軍艦接連穿越了日本周遭的4大戰略水域。好，這當中包括了我們今天會來特別關心到宮古海峽到大隅海峽、對馬海峽跟宗谷海峽，這個是大陸的船艦哦，在這邊開始進行的穿越。我們也來看到時間軸啊，4大戰略水道，包括從24號開始，052D 就進入到了日本海，054A 護衛艦也同樣的穿越了宮古海峽，進入到西太平洋。27號、28號也可以接連看到，包括052D 啊、055萬噸大驅、054A。包括了這個它的鹽城艦、綜合補給艦也穿越了橫當水道跟大隅海峽。再來看到的是052C，在6月29號穿越了大隅海峽。我們來看到這一次在6月30號這一天，055大驅它的這個驅逐艦東莞艦，這個是首次哦。穿越了沖繩到西太平洋遠航的一個訓練，最後是在7月1號也可以看到這個054A 穿越了宮古海峽。我們看到這個是中國大陸它的軍艦穿越了日本的4大戰略水道。另外一頭來看到的是來自於吳釗燮的說法，他說中國近期也沿着第一島鏈也發現了超過110艘的軍艦、海警船、公務船，也創下了最大歷史上規模的一次部署記錄。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艦長怎麼看了110艘的軍艦在第一島鏈，再來就是看到的是7大主力艦1周內連續穿越了日本4大戰略水道。這個北京現在在傳達什麼樣的訊號？它的動作又代表什麼？另外，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中國大陸它最新呢試射了它的巨浪3，來自於中國大陸央視的最新證實。艦長怎麼看？之前有所謂的國安人士說，每年的冬天是所謂的解放軍歲末冬操的重要時節，這一次也就是徹徹底底的打臉。根本沒這回事。每一年最適合訓練的時間，也就是5月以後到10月之前。那除了颱風經過之外，那我們看到這張表就告訴我們，從6月29號到6月30號，一共我們看到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發了11報啊。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個狀況了。那這11報呢，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的，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它的艦艇不斷的在第一島鏈這邊出現。那如果我們把它分析一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它這樣的穿越其實包含了對馬海峽、大隅海峽、橫當水道以及宮古海峽的這個部分。那它這出動的這個艦艇非常多，那其中還包含了我們看到這個通過大隅海峽的南昌艦、鹽城艦以及東平湖號編隊，其他都是單艦。那我在上個禮拜的節目我就曾經分析過，單艦通過其實它都有其他的意涵。為什麼？這個最早是俄羅斯它的一個作戰想定，也就是它的一個潛艦呢，其實都是潛伏在水面艦之下，可能是軍艦，可能是商船，它在下面通過。那如果你在監控的旁邊的這一個艦艇，你的聲納手，第一個可能是經驗不夠，第二個聽得不夠仔細的話，你可能認為那個就是水面艦的一個車葉的聲音，但是不是，它可能是有2個車葉，一個是水面艦的聲音，另外一個是潛艦的聲音。所以我們看到從29號到30號這麼頻繁的通過第一島鏈，也就是我們剛剛從主持人這邊得知說，有關於今天中午的12點01分，那解放軍在這個太平洋的相關公海發射了這一個巨浪3，那他發射巨浪3，那總是094的這一個戰略導彈核潛艦帶出去的。
什麼時候出去的？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一段期間跟着一起出去。而且這張圖最妙的是什麼？這張圖最妙的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24號到28號通過對馬海峽的這個期間呢，也就是解放軍的052D 的這個西寧艦以及貴陽艦，可是它實際上去監控伴航的到底是哪一艘船？是日本的海洋拖船1200噸。奇怪了，我們不是說它有非常多新一代的這一個最上級跑到哪裡去？其實，在這麼多裡面，只有一艘最上級，它監控的也就是剛剛主持人講到的，這穿越宫古海峽的這個東莞號。那除了這一艘，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一個位置，其他的我們還看到了這個石河田號，它是12100噸的補給艦啊，連補給艦都出來那個監控伴航。那其實這邊還有2艘，這一艘還有那一艘，其實這2艘派遣的是什麼？就是我剛剛講到的掃雷艦。那這一艘黑島號，它還不是掃雷艦，它是掃雷艇，它連500噸都沒有。那以這樣的一個程度去監控，中國大陸解放軍的第一島鏈的穿越，那代表的是什麼？也就是日本最近在做什麼堅毅之龍啊，這個東方東方之盾啊，那還有環太平洋軍演，其實軍力已經不夠了。為什麼？因為海軍除了我們講到說尋常的訓練以及這種任務之外，它還有1/3的兵力是需要正常維修的。所以其實日本雖然現在感覺上做這個最上級很順手，但是實際上來講，它的艦艇數量也是不夠的。而且我們現在如果仔細的追看下去的話，我們現在看到的通通都是有關於穿越第一島鏈的部分。可是我剛剛有提到有日本跟對不起，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那俄羅斯的艦艇在幹什麼？他們在做海上聯演2026的部分，這一個是青島的港口，我們可以看到052D 驅逐艦開封號配合着俄羅斯的守護級的護衛艦以及 Kilo 級的潛艦，還有光榮級的巡洋艦以及這個救生船，全部通通都已經就位了。那這個是7月5號，也就是昨天的時候，我們看到這一個有關於這個央視它相關的報道，這些船通通都進了這一個青島。那他們以前這麼大規模做的時候，他們都去了哪裡，在幹嘛？我們在往前看的時候，他們上一次去的时候，他們上一次這樣子出現的時候，他們是去了阿拉斯加，也就是他們直接的繞了那個從日本的這一個也就是這個北海道以北穿越之後就不見了。這個時間點是我們看到的9月9日，可是再出現已經是9月27號了。那他們這時間去了哪裡？後來這個我們看到這個美國海岸防衛隊實際上的照片，他們出現在白令海的基斯卡島這邊。所以現在最擔心的除了日本之外，還有美國。好，所以我們也看到說，不只是中國大陸的軍艦在對日本做出警告，還包括了有俄羅斯中俄的軍艦都集結來給這個日本一個警告，還包括了美國給他一個警告。這個是海上的動員。另外，我們也來看到中俄現在的飛彈也同樣的一起亮相。今天特別來關心到是中國大陸近期特別公開的這個射程2000公里的鷹擊20呢，它是可以從055上面是做一個垂直的發射，打造區域拒止還有這個遠距反艦的作戰體系。其實現在不只是美日緊張歐洲最新在這個巴黎舉行的這個防務展上面呢，這些歐洲的這個導彈集團，他們就是以中俄的這個高超音速導彈為假想敵，他們也列出了目標這當中他們擔心的還包括了有鷹擊17啊、東風17、東風21、東風26，還有俄羅斯的伊斯坎德爾匕首跟它的鋯石導彈等等。歐洲特別警告了說，其實呢，包括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多款極音速的飛彈是歐洲的新威脅。這一些飛彈甚至是連歐洲自己的防空或者是來自於美國的攔截的系統都可能會受到嚴峻的挑戰。一休怎麼看？我想現在對於這個
歐美來講，它這個攔截要針對中俄，因為中俄就是以這個導彈為做一個核心嘛，那種極音速的，它目前攔截率都是非常的低的。而且呢，重點是它還可以是多種，它是三種不同的位面可以發射，它可以潛射、艦射就是海上的發射，或者海裡的發射，那也可以陸基的，那也有空基的，所以基本上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巨大的威脅啦。那尤其啊，這個第一島鏈目前就是其實是已經實際上美軍的航母都很少會進來，大多數時候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航母認真講，就大部分時候都從菲律賓東部嘛，從台東外海。那本來這個還通嘛，所以現在呢，我們可以看到常態化的是大陸的這個不管是釣魚船就科研船它針對這個海底的水文這些去做調查。那如果說調查完了，那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就是潛艦可以完全的非常適性去做部署，加上台灣東部海域它是一個深海嘛，因為它是屬於菲律賓海板塊嘛，所以這個地方變成美軍未來航母要走哪裡，我都很疑惑啊。然後，所以可以看得到說，如果從軍事上來講啊，目前整個線會往前推到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也就是接着關島跟這個台灣中間這個地方。所以我是覺得現在的狀況就是面對整個這個中國大陸加上俄羅斯的它在這個西太平洋這一側的越來越緊密的聯手，加上尤其是整個解放軍的軍力的一個成長現在整個台灣是完全沒有辦法去介入，不打緊。事實上，你也可以看到美國、看到日本，他們有相不同的一個應對狀態。美國是很明顯的不想跟解放軍進行衝突的，所以他其實在政治上他有所退縮，包含不支持台獨啊，9500里外我不來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已經逐步的要把他的重心移轉到關島這一側。就是在關島要擴建嘛，之前說要擴建3萬人，包含家屬可以居住的一個基地。問題關島太小了，因為關島是屬於馬里亞納群島的一部分，這些火山島它的腹地非常的狹小，而且距離這個大陸又極其遙遠。所以事實上，美國的這個戰略後撤最大的壓力還是給到日本身上。那日本現在高市早苗一拍腦門熱嘛，但是我覺得北京就是覺得很好，你繼續熱吧，反正高市當搞事剛好北京這很有事。所以這個很有事，這個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我認為一定會發生中日在物理之間的碰撞，只是這個碰撞具體的樣態是什麼？我認為不會上升到戰爭的樣態，但是解放軍一定會怎樣可控，可以控制、可以限制，並且可以指定的狀態之下來發生這個碰撞，讓日本死了這一條軍國野心。好，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這個美國正在戰略後撤，不想要介入在第一島鏈的衝突。那另外一方面，現在日本就得自己自立自強，也得想辦法了。因為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國五角大廈自己做了一個評估，他認為說，美軍如果真的介入台海戰爭，恐怕面臨嚴峻挑戰。那現在我們剛剛說嘛，這個高市早苗要自己想辦法，於是他就去了一趟印度，希望跟這個印度一起來共同深化印太安全。那高市早苗跟莫迪這次談的其實很愉快互相稱對方是這個兄妹。那莫迪還稱她我的漂亮妹妹。我們來看到這個是最新來自於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他批評說高市一直不斷的倡議所謂新的自由版本的印太，根本是嘴上喊自由，心裡面還是想要對抗。接下來中日的關係會越來越緊張嗎？那西太平洋的主導權，楊老師又怎麼看？現在中日關係是走向一個惡性的螺旋了哈。那當然，整個我覺得日本高市的抗中保日的心態做法，其實是最主要的關鍵。但是呢，他完全錯誤解讀現在的中美的情勢，以及整個西太平洋就是實力的展現跟差異。他以為自己增加軍力部署跟加強美日安保，然後呢連結菲律賓跟印度，就可以重續安倍或者是拜登時期的印太戰略。我覺得完全錯誤解讀。因為中美之間你看到，尤其是剛才7月6號12點鐘，大陸這邊試射巨浪3型的潛射飛彈。那什麼是巨浪3型？它可以發射大概是8000到12000公里，所以它是一個洲際型的潛射，也就是潛水艇發射。那這個潛水艇發射代表核組的3位一體，就是陸基、海基跟空基。陸基是什麼時候？陸基是2024年9月的東風31A 從海南島，然後呢，空基是什麼時候？那空基從2019年到最近6月底的時候
22次的中俄聯合巡航，不就是轟6K、圖95，這都是戰略轟炸機嘛？然後呢，就補上了這一次的，就是巨浪3。巨浪3應該可能是在2019年6月的時候，據稱就有測試過啊，但這一次很明顯的測試。我看到最新的報道是指它是從南太平洋這邊發射的哈，那因此這個就很清楚告訴你，在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的範圍之內哈，其實這個區域拒止中國大陸這邊已經是完全掌控。第一島鏈範圍之內，它已經完全具有這種主動權。第二島鏈它的經常性，我們剛剛看到的這整個就是這一些的巡航哈以及穿越，它已經具有就是整個掌控的能力。那尤其再加上核嚇阻的這個能力，所以，高市日本你增加部署，當然他也許覺得說他可以一直多賣一點武器賺點錢哦，對日本的經濟有幫助。但中國大陸出手了，也就是在這個稀土跟稀有的金屬上面就卡脖子，那所以反而會造成現在日本的自己本身民間商用的這個製造業現在受到影響。所以。這樣子一個情況，印度會跟他配合嗎？對不對？我們都不要回答這個問題了。印度也比他重視印度洋，好不好？印度也可能重視他在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他怎麼會關心到這麼遙遠的，連印太總部都改名字叫太平洋總部了，美國人都放棄了，你高市人沒有看清楚呢，沒有看懂呢？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